你能想象吗？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竟然藏着一片数百万人居住的地方，没有产权，没有物业，没有规划，甚至连消防车都开不进去。这不是什么偏远乡镇，而是在广州。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是一座从汉代以来就与世界通商的城市。它曾经是13行的贸易重镇，如今年 GDP 超过3万亿元，是华南的经济引擎。这里高楼林立，交通发达，灯火辉煌，看起来它是现代中国最亮眼的橱窗城市之一。但是今天我不会带你去珠江新城看摩天大楼，而是要带你去一个连 GPS 导航都有可能失灵的地方。这里是广州的城中村，在这里，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可能挤着4个人住，小巷只能容下1台机车通过，电线缠成了蜘蛛网，楼与楼之间不到1公尺的缝隙就是居民唯一采光的来源。你以为这是少数人的生活吗？错了，仅在广州一地就有300个这样的城中村，居住着大约500万人口。而在全中国呢，城中村里居住的常住人口大约超过1亿。这些地方在中国当然不叫贫民窟，但是他们的居住条件、法规地位乃至安全风险早已经和世界各地的贫民窟如出一辙了。那这些灰色地带是怎么出现在中国最富庶的城市里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要理解中国城中村现象的诞生、发展与失控，我们就先得从一个人说起，他叫林。我们接下来就叫他小林。1990年，小林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从安徽坐上了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不是职员宿舍，也不是人才公寓，而是充满了违章建筑、没人管的城中村。他的故事也是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缩影。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会是无中生有。今天的城中村，这个城市里庞大而混乱的灰色肿瘤，它的细胞其实来自于1958年。那一年，中国出台了2项看似无关，但是对所有人的命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制度。它们就像2堵看不见的高墙，把人与人、地与地切割得泾渭分明。第一堵墙就是户籍制度。这可不是单纯的一张登记表，而是一种人口的等级区分制度。它把全中国的人口区分成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2大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打个比方，城市户口就好像是坐高铁，一路不停，优先通行，教育、医疗、社保全都有。而农村户口则像是老式慢车，不但每站都停，连上车的票都难抢，更别说换车厢了。对我们今天故事主角小林来说，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他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的现实。他虽然在深圳找到了工作，也办好了暂住证，但是只因为他的户口还挂在内地老家，他就成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外来人口。他记得他所住的福田区城中村，一天早上警察来敲门查证，没有暂住证的人就被抓到派出所，罚款100元才能赎回自己，否则就会被遣送原籍。看到那一幕的时候，那种恐惧和无力感，他至今难忘。还记得孙志刚的故事吗？这位湖北黄冈的年轻人，2003年在广州被以3无人员的名义收容，然后在看守所被活活打死。但是遭遇到这种悲惨命运的，其实孙志刚绝不是第一个。我们故事的主角小林，为了拿到那张薄薄的却重如泰山的深圳户口，付出了巨大代价。他拼命工作，只为争取到公司每年极少数的转户口名额。他又参加考试，最后还付出了一笔不小的办事费，才终于跨到了户口之墙的另外一侧。但是对于大多数没有文凭、没有机会、也没有关系的打工者来说，这堵墙就是一道永恒的边界。那中共为什么要把人区分成城乡2种户口呢？最初的出发点是要控制人口流动，确保城市的粮食供应。1958年正是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大饥荒抬头的时候。口粮实施严格的配给，要优先保障城市供应。问题是这个临时措施一临时就是几十年。当中国在1980年代逐步推行市场经济，城市开始狂飙式扩张的时候，这个户籍制度的副作用也像倒灌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那这就引出了第2堵墙，所谓2元化的土地制度。
简单的说，就是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有土地，而农村的土地是属于所谓集体所有。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当中有一种最为关键，和我们今天的话题相关，就是宅基地。这是农民建造自己住房的地皮，法律上它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目前由村民委员会来支配，但农民可以用来盖自住房，因此有长期的使用权，但是禁止转卖给非本村村民或者城市居民。当城市扩张的时候，处于市郊的农民宅基地身份就尴尬了，他们不能被城市轻易征收，成为国有土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旦被征收，也就意味着居住于其上的村民变成了城市户口，享有了城里人的待遇。那怎么能行呢？因为这些农民是没有工作单位的，没有人管他们的医疗和养老，那他们的福利谁来管呢？只有当地政府来管。可是当地政府又不愿意，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其实在所谓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社会化改革之后几十年，农村户口仍然远远被甩在后面，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市，更加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给他们。那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冲突的表现。结果就是没有人居住的农村土地容易被征收，只要一有人居住，就涉及到居民的户籍转换问题，就困难重重。于是我们就看到城市扩张的洪水一碰到农民的宅基地，就像撞上一座岛屿一般绕开了。最终洪水就把这些岛屿包围起来，他们就成了城市中的孤岛城中村。他们的地理位置在城市里，但是法律地位却是村，故曰城中村。城中村没有统一的建筑标准，没有消防验收，没有基础医疗，没有学校和卫生设施，他们不是计划中的产品，却是现实中的必然。让我们再回到小林的记忆，1990年的深圳和1995年的广州，小林在这两座不同的城市都工作过，可是却是一样的蜗居生活。他说，不管是哪里的城中村，都长得一模一样。是那种挤在一起的3、4层小楼，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近到你都能听清楚对面在看哪一台电视节目。邻居之间只要一伸手就能从窗户里递一个鸡蛋，这就是所谓的握手楼。这让小林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会不会有人突然从对面窗户跳到自己的房间里来啊？所以他一般不敢开窗户，房间里永远阴暗潮湿，白天也得开灯，墙壁常年是湿漉漉的，衣服晾3天也不干，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那是混合着饭菜、汗水、煤气、洗发水，还有梦想的味道。是的，梦想。小林说，和今天的城中村相比，当年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个时候空气里还有希望，那是一个可以白手起家的时代。你可以在城中村花几百块钱1个月租一间房，作为制衣车间，白天生产，晚上睡在机器旁。你也可以随便摆个地摊卖些老家的腌菜，还有卖些袜子、收音机什么的，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歧视你，因为大家都一样穷，一样是外来户。另外，大家都相信这只是暂时的，所有人都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跳板，跳往更好的未来。正是这种无数个体汇集而成的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为一个畸形的城中村共生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城中村以一种混乱和野蛮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共赢局面，而且成为了城市的经济引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台引擎是怎么工作的。在广州最繁忙的城中村之一康路片区，也就是康乐村与鹭江村，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另类引擎的最典型版本。这里号称制衣王国，全中国的中低端快时尚服装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的小作坊流向世界的。看似混乱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极具效率的机制，像一台由3个部分构成的永动机。第一个部分，燃料，就是外来工人，劳动力是来自湖北、湖南、四川的年轻人，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挤在人均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单间里，墙壁湿漉漉，窗户对窗户，但只要有工资有订单，他们就会留下来。这里租金便宜，进出自由，也是他们初来乍到的唯一落脚的选择。这群人是整个系统里最核心也是最廉价的燃料，燃烧自己的青春，换来都市的繁荣。这里也是现代都市法律和规范的巨大盲区，消防通道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奢谈劳动保护，那更加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在那些前店后厂、楼上还住人的3合1作坊里，混乱的电线像蔓藤一样缠绕着，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布料的粉尘。机器的轰鸣声更是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从这个角度讲，城中村确实很像19世纪的伦敦区贫民窟，是劳动安全条件恶劣的工厂、仓库和低收入工人住宅混杂的地方，污水横溢，终日喧闹。第二个部分，加油站，就是本地村民。村民们拥有宅基地，他们不参与生产，他们是这套系统里的实力阶级。不动产就是他们的提款机，不管是把房子出租给加工作坊，还是给打工者，他们每年光靠租金就能收入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成了中国最早一批隐形富豪。所以村民们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宅基地，房子没有规划，但是都要建到3到8层，而且还要隔出尽可能多的像豆腐块一样的小房间出租。第3个重要部分，司机，他们就是地方政府。他们收获了繁荣的纺织品出口，收获了每年价值数百亿元的产业链，也看到了飞速增长的 GDP， 这些都是官员晋升的资本。至于这里的消防隐患、劳工权益和环境污染，在高增长的诱惑面前，他们选择了暂时视而不见。这种视而不见，有的时候还有更加具体的利益动机，就是工厂主们和房东们为了躲避合规检查，经常以缴纳罚款来代替整改，有的时候直接向官员行贿，搞利益输送。因此，城中村的乱象也成了中基层干部们灰色收入的来源，他们是乱象的保护伞。于是，看似完美的共生诞生了。但是别忘了，建立在混乱之上的繁荣是脆弱的。一旦血汗工厂的订单流失，不能够再提供低端就业，那么城中村也就走到了它宿命的尽头，真正变成了贫民窟。如果要选一个地方来代表中国的城中村经济的极致演化，那仍然是广州。它不是最多问题的城市，但是它是把这台另类引擎开到最疯狂的一个城市。广州的城中村不只是存在，而是主角。广州最多的时候拥有300多个城中村，几乎每个区都有，而且不只是郊区，连市中心都有。这些村子里居住着数百万外来人口，构成了城市真正的隐形肌肉。最夸张的是刚刚讲到的康路片区，仅仅1平方公里的范围，就像搭积木一样，塞下了13万人口。这个密度放在世界上都是奇观级的。而这13万人里，本地户口只有6000人，其他全是外来的打工者、小商贩和工厂主。一条完整的微型经济链在这片城中村中顽强地存活着。广州还有很多类似的产业村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地下经济体系。像三元里被称之为皮具之都，这里聚集了大量皮具制造与批发商、工厂、仓库、物流、刷卡提货点，一条龙。而白云区的很多城中村则是专注于化妆品和廉价日用品的生产批发，在这里你还能够看到制鞋厂和回收站。近年来网络带货直播兴起以后啊，这里还有密密麻麻的直播间。在这些城中村里，每一处狭小的空间利益都被压榨到了最大化。白天是工厂，晚上就是宿舍，楼上有人打包出货，楼下很可能就是仓库，甚至是一间直播间。那这些产业的共性是什么呢？他们都需要便宜的空间、便宜的人力和松散的监管，拼的就是一个低成本，挣的就是一个低利润，就是一个字：卷。而这些城市正规的工业区是给不了的，只有城中村能给。这些城市阴影里的灰色经济支撑了中国的外贸和无数微创新企业。你可能会问，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把这些城中村定义为贫民窟吧？这种说法会不会太狠了呢？那么广州的这些城中村算不算贫民窟呢？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是因为贫民窟这3个字太刺耳了。但是我们可以回到最基本的定义。联合国人居署对贫民窟有一套明确的标准，只要一个地区的住户缺少以下5项当中的任何一项，这个地方就可以被归类为贫民窟。1. 没有安全结实的住房结构。2. 人均居住面积过小，拥挤不堪。3. 缺乏干净的水源与基本卫生设施。4. 没有正式的产权或租约。5. 随时可能被驱赶，居住极不稳定。而这些条件在中国大量的城中村中都全部或者部分的存在，完全符合世界通行的贫民窟的定义。从2019年以后，中国经济明显放缓，
中美贸易战开始后，世界产业链又发生重构，带动广州城中村兴旺起来的来料加工、初级制成品这些产业，纷纷迁往能够避开美国关税的东南亚和印度。广州城中村作为打工者跳板的这个作用开始失效。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根据中国媒体网易的深度报道，在广州康路制衣村，有一位制衣工厂的老板叫老严。老严在这里打拼了25年，从一个普通的车围工奋斗到成为拥有2个工厂的老板，手下有上百名工人。在康路已经算的是中等偏上的老板了，但是在产业链上，他还是末端的小微企业。在生意好的时候，老严的工厂几乎全年无休，夫妻俩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一年都睡不了几个整觉。但是从2023年开始，老严的工厂情况急转直下。他对记者说，上个月工厂的产值还有160万元呢，这个月可能就会只剩下80万了，直接腰斩。订单的消失让工厂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他甚至不得不卖掉了自己之前买的小汽车来周转。为了自救，这位已经年过半百的老板开始学着年轻人运营抖音账号，希望能够从网上接到一些零散的订单。老严的故事并不是个案。整个康路片区的工厂许许多多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没有订单，工人就没有活干。最先被牺牲掉的就是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小微企业和他们的工人。城中村于是又领到了贫民窟的又一张身份证，那就是失业人口的聚集地。过去住在城中村的外来打工者，想的是在这里住上几年，存点钱，然后回老家盖房子。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回不去了，这个临时的地方正在默默地变成他们永久的家，或者说是一个永久的牢笼。那些曾经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轻人，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苦工作和焦虑，已经变得沉默又麻木。他们的孩子生在城中村，也长在这里。对这一代人来讲，并没有农村的那个老家。打工二代们上的是民办学校，没有正式户口，教育资源不公平，没有办法和城市本地的孩子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现在又倒霉催的连低收入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他们的命运就像被锁死，处于宕机状态，就这样被困在了城市边缘，却又无可奈何。另一个转变是安全风险的全面暴雷。数十年来，这些城中村早就被贴上了高风险的标签，什么违章建筑密布、狭窄通道、老化电线、消防漏洞等等等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这些问题被一句发展就是硬道理，轻描淡写的给压下来了。但是当高增长的潮水退去，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了要人命的定时炸弹。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的一处廉价合租公寓里发生大火，导致19人死亡。这起悲剧成为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清退外来人口的理由，引发了著名的北京冬夜驱赶低端人口事件。视频插入新闻片段声音：干哈呀？往前走，往前走。发生这起火灾的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就是典型的城中村。至于拥有最多城中村人口的广州市，尽管官方宣称多年并未爆发重大死亡事故，但其实四处散布的城中村一直是火源密布的高危地带。仅仅从2009年至2014年5年期间，就有超过4000起火灾，造成至少60人死亡。2023年5月14日，位于广州珠海区的一个城中村就发生了一起致命火灾，造成5人死亡。同年的7月26号，又是同一个区的另外一个城中村，又有一幢民房起火，导致3人遇难。这2起严重火灾都疑似与电线老化有关。据说现场火势猛烈，连屋顶都被烧出了大洞。把所有这些事故串联起来，说明他们并非孤立事件，是整个城中村的发展模式下长期被压抑和忽略的风险正在一一爆发出来。城中村们这种悄无声息的贫民窟化，也许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是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吞噬掉整座城市的未来。在大城市里密布着贫民窟，毕竟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儿。于是地方政府提出了城中村的整治方案。广州的城中村系统性的改造是开始于2009年，
但是随即就遇到了一系列矛盾，本质上仍然是原住民从农村户口是否要转入城市户口的难题，以及如何补偿的问题。近年来，广州市已经用城市更新、稳步推进的概念代替了原来的大拆大建式的改造。根据广州最新的改造计划，像康路片区这样的地方，要在未来10年内将居住人口从13万逐渐疏散到7万。虽然我们说了城中村有诸多乱象，不好，但是当经济状况变差的情况下，来整治乱象，又会有新的副作用。那么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出现了，康路片区被疏散出去的7万个家庭，他们能去哪儿呢？而这恰恰暴露出了这一类整改模式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缺陷。首先是被迁出去的人口失去了廉价的住所，又没有工作，加剧了他们的贫困和绝望。其次是改建后的城区增加了住宅供给，实际又没有购买需求，加剧了房地产结构性的供给过剩，又拉低了房价。要理解这种缺陷，我们不妨看一看巴西里约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他们俩的教训。这2个地方都曾经试图改造贫民窟，却因为只解决空间问题而忽略了经济问题，最后改造失败。里约的例子是引入了警察部队，加强治安，又大兴基建，结果是房租上涨。看起来呢是改造，实际上是以升级之名把这个地方住不起的人给逼走了。而墨西哥城则是以搬迁为名，切断了原有的非正式的经济网络，比如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摆的小摊儿，从而让居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说到底，贫民窟不是不应该改，而是应该和经济增长同步来改。政府应该增加低收入城区的公共资源投入，改善这里的卫生、交通和教育，这样就能够逐渐引导比较先进的产业、高附加值的产业迁入这些地区，创造高收入工作机会，从而又带动商业和服务业的繁荣，而不是拖到经济都衰落了，城中村成了失业人口聚集地的时候才来所谓大力整改。那个时候不仅是事倍功半，更加是新的问题丛生。最后，让我们再回到今天故事中讲到的小林，从90年代他走进那栋握手楼开始，城中村的故事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史。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与挣扎，也暴露了这个社会深层的不公。提到上海，你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是什么？是外滩的灯光，还是陆家嘴3件套的刺眼豪华呢？很久以来，这座城市对无数中国人来说都像是一份契约，就是只要你够拼、够聪明，就能够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甚至实现阶层跨越。可是，在2025年深秋，如果你深夜经过了上海火车站北广场，或者是普陀、杨浦一些高架桥下，你却会看到2种人：一种人是纸板一铺就睡，另一种是小帐篷、防潮垫、行李箱摆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摆着牙刷、牙膏、一次性碗筷。这里被称为上海的良心旅馆，因为它不要钱，是奋斗者最后的防线。后一种人不是完全放弃的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浪汉，他们大多是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保洁员，还有保姆，是白天还在这座城市奔波的人。他们之所以睡桥洞，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张床位的月租金已经成为了奢侈品。和深圳龙华广场打地铺的人相比，这里又多了一份整洁。上海的体面和精致在这里仍然留下了一丝痕迹。上海的房地产和租房市场虽然也不景气，但是面向底层的群租房却在涨价，平均月租从2023年的1500元涨到了2200元。再加上就业不理想，那生存环境对这些底层务工者来说正变得更加不友好，他们就不得不转而露宿桥洞和公园。上海市民政局2025年上半年的报告说，救助对象中有超过60%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2400多万人口当中，有近1000万是外来人口。网约车和送外卖通常被称为城市就业的蓄水池，也是外来人口在过渡期间常选择的就业方式。工厂不景气了，公司裁员了，大伙儿的第一反应经常是大不了去跑滴滴送外卖啊。可是在上海，这个蓄水池已经满了，溢出来了。早在2024年，上海市交通委就发出了饱和警示报告。什么叫饱和？就是司机比乘客还多。浦东、黄埔这些区，网约车合规车辆超标20%，只好限制新注册。
2025年上半年，全市网约车司机近80万，但日均订单仅涨了8%，严重供过于求。根据滴滴平台2025年的数据，上海司机的平均日流水被平台抽成以后降到了450到600元，而在2022年这个数字高峰，每天平均是800多元，接近腰斩了。连跑网约车也卷成了这样。一位在上海跑了近5年的司机老张道出了一肚子苦水。过去他每天跑10个小时，流水能有800元到1000元，而现在每天要跑14个小时，运气好才能够跑到500元。司机们说，现在不是你肯不肯干的问题，而是系统不给你派单了。经常路边一停几个小时，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可是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块钱的车租和房租，这哪是在赚钱呢？简直是在给平台打工赎身。不仅司机，上海的外卖大军也卷成了麻花。有数据显示，上海的所谓灵活就业人群规模已经达到了280万人，在这280万人里，外卖骑手占了35%，就是大约100万。而新降为的人，也就是失业的程序员、倒闭的小老板加入外卖骑手的超过20%。就这部分，调查还显示，20%的骑手学历在大专以上，多数是裁员以后转行。当本科毕业生甚至是研究生都开始和初中生抢单送外卖的时候，价格体系就崩了。你说能不卷吗？曾经在上海送外卖月入过万元是常态，但现在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平台单价一降再降，为了维持收入，骑手们只好延长工时，从996奔向007。而在这背后，则是消费萎缩，连点外卖的人都少了嘛。如果说外卖员和司机是卷在路上，那么还有一个群体已经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上海的豪宅区里，他们就是家政阿姨。上海有18.6万名持证的家政人员，如果加上没持证的非正式的，估计有30到40万家政从业者。他们曾经是这座城市里中产阶级生活品质的象征，但是这种情况已经变了。上海市商务委的报告显示，2025年1季度家政服务订单跌幅达8.5%，钟点工和保洁员的需求减少了15%，中产家庭平均砍掉开支20%。来自安徽的刘阿姨在上海做了8年的钟点工，以前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跑来跑去，但是2025年她发现那些雇主突然都变得勤快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济学现象。当经济下行冲击到中产阶级的时候，他们砍掉的第一笔开支，往往不是孩子的教育，也不是房贷，而是把别人代劳的活自个儿干了。刘阿姨说，以前雇主让她1周打扫3次，现在改成了1次。更多的是直接辞退，说老婆在家待业了，可以自己打扫了。这30到40万家政大军的收入缩水，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归零。他们不再去租正规的小区房，而是搬进了更偏远的城中村，甚至加入了筑桥洞的队伍。大家别小看了这30-40万家政阿姨，你平时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觉得可以忽略，可是放在上海总人口当中，他们超过了1%。如果放在失业统计当中，那就更加是一个扎眼的部分了。官方数字看起来还很好。2025年上半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接近4.7万元，全国第一。可是这个人均下面，是有的人在陆家嘴喝28块钱一杯的美式咖啡，另外一些人在桥洞下分食一个8块钱的便利店饭团，还要把一半留到明天早上。他们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把牙刷摆成一条直线，不是为了拍视频，而是想告诉自己，也告诉这个城市，我不是废物，我只是暂时付不起房租，我仍然是个体面的上海人。这就是2025年上海一生最安静的哭泣，他没有眼泪，也没有喊叫，只有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和凌晨4点就亮起来的手机屏，因为只有那个时候，系统才可能派给他们第一单。现在啊，一件事儿，上海的人啊，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大街上车辆少了，人少了，饭店吃饭的人也少了，聚餐的也少了。上海给出了一个扎心的剧本：当大伙儿把注意力都放在中产降级上的时候，却忽略了社会下层生活恶化的更为残酷。由于所谓下沉劳动力激增，他们仰赖的那点儿有限的生存资源更加短缺，所以才会发生总体上房价房租都在降，可是群租房却在涨价这个事儿。好，我们再来看中产的眼泪。
让我们先从一个轰动全网的真实故事说起，就是中金公司前员工郑文禄的悲剧。这里是陆家嘴，中国金融的心脏。这里曾经遍地是年薪100万的传说，但是从2023年开始，降薪潮和退薪潮也席卷了这里。Wind 的数据显示，中国最顶级的金融机构中金公司2021年人均薪酬高达116万元。可是2023年仅仅2年之后，已经腰斩至70万元。2025年第一季度更是下降到人均3.5万元，部分岗位直接打3折。2024年7月1号，年仅30岁的郑文禄女士以跳楼的方式选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郑文禄是中金公司的优秀员工，浙江大学金融硕士，在行业黄金时代2021年的时候，夫妻俩年收入120万元。小两口2023年在北外滩核心地段买下了一套豪宅，总价大约1600万元，贷款1177万元，首付近500万元，每月还款5.68万元，就是接近5万7千。这是一个典型的杠杆拉满的人生。满满的杠杆背后是郑小姐对未来满满的安全感，但是她立刻就遇上了2重绞杀。首先是收入的断崖式下跌。由于金融行业系统性降薪，2024年夫妻俩的月收入由10万元降到了7万元。可是这7万元却每月要还大约5万7千的房贷。月供啊，大家算一算，这是在上海啊，这已经不是省吃俭用能解决的问题了。扣除基本生活费，小两口每个月还剩不到2000块。雪上加霜的是，郑小姐当时正处于孕期，还碰上了股市下挫，家庭压力增加，就让她从2024年3月份起就精神恍惚。第2重绞杀是资产的流动性被锁死。郑文禄买的房子在2年内贬值了30%，上海北外滩豪宅2024年至2025年的均价下跌了25%，就相当于郑文禄那500万首付都血本无归了。但是他却无法割肉自救，想亏钱卖都卖不了，因为他的房子2023年才买下来，仍处于5年的限售期之内，直到2028年才会解冻。这是上海市当局为了制约炒房采取的限制市场供给的政策。更惨的是，交房以后，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手续延误，郑文禄连产权证都没有办下来，他被政策和市场双双锁死了。那么请问，郑文禄的悲剧有多少应该归咎于他自己，多少该归咎于系统和这个时代呢？他是听信了乐观的预测，忽略了风险信号，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金牌雇主中金公司带给他的安全，这是他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盲目乐观上杠杆的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但是堵塞风险信号，再加上用限售手段限制资产流动性，这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永远情绪稳定，上海的失业率目前是5.2%左右，还算是充分就业。但是现在人们更多的说一个词，叫做体感温度。体感温度和天气预报往往是不一致的。当不同圈子的体感温度都和那个官方天气预报差很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天气预报是不准的。证券时报报道，2025年金融业累计裁员超过1万人，上海是重灾区，连雷打不动的央企铁老大中铁上海局也传出了人员优化的消息，也就是变相裁员。网友分享，一位30几岁的金融从业者，大约和郑文禄同龄，10年内被裁了4次，累计获得了19万元的 N+1赔偿。听起来裁员补偿也变成了另一种收入来源，这位兄弟还小小的发了一笔，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幽默，估计咱们观众里没人想挣这种外快。另外一位失业白领在小某书上吐槽说，投了500多份简历，空窗期长达16个月，可是收到的面试邀请却是0。这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只出不进这种压力啊，更是对个人价值的彻底否定。你说你能不焦虑吗？2025年上海市居民的债务率超过了60%，房贷断供上升了30%，杠杆变绞索，那谁还敢说靠努力就能翻身呢？郑文禄的哭泣不是孤立，只是别人不像他那样认知被颠覆的那么彻底，没有到生存意志都丧失的程度。那这就引出了第2个问题，资产价格的雪崩魔都的楼市，曾经被视作中国资产最后的堡垒。
人们相信，不管3、4线城市房价怎么跌，上海永远涨，所以在上海买房永远安全。但是事实给了这个信念一记响亮的耳光。2025年上半年，上海法拍房激增了40%，一到9月份累计增加2880套，成交却只有1100套，未成交率高达60%。每一套法拍房的背后，都是一个中产家庭支柱的轰然倒塌。曾经在投资客眼中永远涨的市区老破小，已经成了楼市这一轮最惨的重灾区。什么叫做重灾区？如果房价跌个10%到20%，你还可以说这只是暂时的调整，等等会反弹回去的。可是如果价格下跌超过了40%，这就不叫调整了。以房地产市场长周期这个规律来看，你基本上很难有机会等它再涨回去了。典型的例子，比如杨浦区鞍山板块的老公房，也就是房改以前单位所建的职工宿舍。2021年最疯狂的时候，这里很多90年代的老公房单价都冲到过11到12.5万元每平方米，70平米的房子总价就是500多万元，大家还抢着加价。可是到了2025年11月份，这些老公房在链家、安居客这些中介的实时挂牌价已经跌到了55000到65000元每平方米，很多急卖盘甚至报价只有5万出头。那么从最高点算下来，跌幅已经高达48%至56%，已经超过腰斩了。价格下来了，那成交量呢？2021年这些老公房单月能够轻松成交200-300套，现在一个月全板块才成交20到40套，90%以上的卖家有价无市，法拍率也从当年的不到1%暴涨到现在的8%以上。当量价齐跌，而且还是大跌的时候，那就说明价格远远没有到底。无数在2019年至2021年高位时接盘的中产，已经从房奴直接变成了富翁，当然是负数的富。这场崩溃冲击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家庭，银行体系自己也在挣扎。2025年，银行内部真正头疼的关注类加逾期90天以上的房贷比例，已经从2021年的不到2%，悄悄涨到了5%到6%，3年时间涨3倍，就相当于潜在的坏账规模多出了好几万亿。为了防止这颗雷爆炸，银行只好疯狂地多提减值准备，这是从今年的利润当中多拿出来一部分钱，作为以后收不回来的坏账基金。2025年前3季度，6大国有商业银行光减值准备这一项就比去年多提了20%以上，利润被吃掉了，那当然股价下跌，放贷能力也被压缩，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的苗头。当然，这个减损的压力最终还是砸向了中产阶级。自己想小额贷款续命，银行不批；想转贷降息，门都没有。至于想卖房跑路呢，市场又没人接盘，这就叫做中产阶级的杠杆梦碎。上海之所以是上海，是因为它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桥头堡，它是中国最洋的城市，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首选地。但现在桥头堡也正在人去楼空，上海外资企业的撤离潮开始于2022年的封城，从3月28号到6月1号，整整封了65天。这座2400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被硬生生地按下了暂停键。这可不是一般的居家令，而是上海开埠以来180多年从未有过的全城硬封，铁板焊门，铁丝绑封楼，连遛狗都不行，密接阳性直接拉走去方舱，买菜靠抢靠团购，全球最大的货柜港停摆，工厂停产，供应链也断裂了。比起纽约、伦敦、墨尔本这些大城市的管控，上海有根本的不同。人家不是真的禁止人外出，主要是限制聚集，而上海真的是零出户。人家的社会基础服务 essential services 仍然保持运转，可上海连快递都停了，别人几个星期就结束，上海是整整65天。这让所有在乎的外籍人士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在这里规则随时都可以变，生活随时都可以被归零。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所以从2022年6月上海解封以来，外资的所谓去风险化就一直没有停过。上海的外籍常住人口从封城前的16到20万，3年之内流失了60%、-70%，现在只剩下6到8万。
上海国际学生的招生连续3年暴跌了30%、-50%，基本上空了，办不下去了。上海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2023年下跌了20%，2024年再度同比下跌27%。2025年第一季度，全中国外资直接净流出1680亿美元，上海首当其冲。表现在陆家嘴、南京西路的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冲高到了23.6%，接近4间办公室就有1间是空的，一到晚上就乌漆嘛黑一片，像鬼城。外资所带走的不仅是钱和工作岗位，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灵魂。我们看看世界500强企业的动作，就知道这波撤离有多决绝。全球第2大软件公司甲骨文 Oracle 是企业级资料库和云服务的绝对霸主。2024年至2025年期间，他们把在上海的研发部门 R&D， 也就是写程序、开发云端产品的核心技术团队砍掉了一大半。很多年薪100万的上海团队的工程师直接飞去了新加坡和美国，在上海的办公室硬是空了2层楼。另一个虚拟化和云计算的巨头 VMware， 几乎所有的大企业服务器都在用他们的技术。2023年至2025年，同样把在上海搞虚拟化、云原生这些最前沿技术的部门给清空了。原本热闹的张江办公室现在连灯都不开了。还有美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品牌之一 Gap， 旗下有 Old Navy、Banana Republic 这些品牌。2023年干脆把整个大中华区的业务都卖给了中国电商宝尊，直接退出了实体零售。他在南京西路、淮海路的旗舰店也直接关门了事。逃出魔都的还有法国零售业巨头家乐福，当年他是第一批杀进中国市场开大卖场的外国超市之一。上海人第一次体验到一站式购物，就是在他这儿。家乐福在中国门店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从2019年到2023年，一路甩卖就卖掉了400多家。2025年更是传出了夸张的消息，苏宁把手上的家乐福中国剩余股权仅4元钱每股甩卖给了债权人，没错，就是4块钱。因为苏宁自己也陷入了破产危机，能拿到一点就是一点。从2019年至2023年，家乐福中国区累计亏损超过85亿元人民币。如今，家乐福在中国仅剩3到4家门店还在苦撑，上海最后几家旗舰店也早已人去楼空，货架空荡荡，只剩灰尘和灰。还有大家熟悉的德国汽车3大品牌大众、宝马和奔驰。他们向来把亚太区的研发中心设在上海，搞新能源、智能驾驶这些未来技术。中国市场向来是他们的增长引擎啊。当然，现在中国市场对他们仍然很重要，但是浓眉大眼的他们现在也开始心思活泛了，也要叛变革命了。2024年至2025年，3大德国车厂商都把一部分最核心的研发项目搬到了泰国、印尼。上海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也创下了新低，夜班都取消了。原本24小时灯火通明的工厂安静下来了。欧盟商会2025年的报告说得很直白，78%的欧洲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把部分业务迁出中国。美国商会也说，超过1半的美国在华企业减少或暂停了在华投资。当这些把上海当成亚太总部，又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的外企高管们纷纷打包走人的时候，上海就由魔都变成了木都啊！日暮西山的暮，底层没钱消费，中产断供，外资跑路，那么最后政府的钱袋子也不可避免地瘪下去了。上海市财政本来一贯是全中国最能产奶的奶牛，是最强的地方财政。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21年，上海连续28年都是全国财政净贡献的第1名，每年往中央交的钱都比中央给上海的钱多出了2000亿到4000亿元。一句话，靠上海来的转移支付养活了许许多多老少边穷地区。可是2025年，这头奶牛终于也挤不出奶了。第一记闷锤是，连上海市财政居然都出现了大赤字啊！没错，得用“居然”这个词。上海市财政局发布的2025年1到6月上海市财政收支情况，这份文件写得清清楚楚。2025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4413.3亿元，比去年只增长了0.2%。
可是支出却高达5612.8亿元，大涨了13.5%。简单做个减法，上半年的赤字就接近1200亿元。这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出现了这么大的入不敷出，导致财政赤字的直接原因是土地财政的熄火。在2016年至2021年的顶峰时期，上海市一年的土地出让金经常就有3000至5000亿元，相当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0%至70%。上海市政府早已经习惯了把卖地当成提款机，卖一块地，大几百亿元马上到账，这可比收税痛快多了。这也是上海市财大气粗的底气。那2024年上海的土地出让金掉到有多惨呢？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数据显示，只有1585亿元，比2021年以前几乎腰斩。2025年上半年继续低迷，溢价率仅仅9.34%，绝大部分地块都是底价成交的，流拍的也不少。提款机没了，那当然财政就宕机了。还有一件事儿对挤干上海财政也功不可没，就是防疫成本的长尾效应。大家千万别以为封城解了封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封城也是巨烧钱的，是财政洗劫，留下了巨大的窟窿。2022年那场长达2个月的封城，不仅经济停摆、税收绝收，还有很多直接的开销啊。建方舱就花了至少60亿元，核酸检测55亿元，总支出推算在200亿元以上。再加上同期减少的财政收入，损失起码是300亿元起跳。这笔账到了2025年还在消化，导致一部分区政府停止发放绩效奖。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缩编3%到5%，上海也领到了相同的指标。公务员从铁饭碗开始变成优化对象。从2024年起，就有一个故事开始流传，就是向佛祖借钱。2024年10月份，上海人想不到上海会以这种方式登上热搜。一条微博爆料说，上海市政府为了短期财务周转的需要，向辖区的寺庙借钱，总额达到100亿元。静安寺的贡献最大，一家就出了一半。上海市政府和静安寺立刻高调辟谣，还抓了一个造谣分子。为什么谣言会说向佛祖借钱呢？那是由于实体经济凋零之后，香火鼎盛的寺庙居然成了拥有最稳定现金流的地方。虽然辟谣了，但是从另一些迹象看，这类谣言却不是空穴来风。上海市2024年当年到期的债务大约是1100亿元，可是当年的财政收入只有8300多亿元，理论上是存在着债务在某几个月集中到期、现金不足的情况。再加上2025年爆出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巨额财富，寺院也确实是肥得流油不差钱。再从2025年上海市的财政赤字状况倒推2024年，那肯定也是相当紧吧。当把这几条线索错在一块儿，那么向佛祖借钱这个事儿，起码逻辑上是相当丝滑的，不算大开脑洞啊。曾经的魔都靠3样东西闪闪发光：全球化的风、契约的信、中产的梦。现在风停了，信没了，梦也碎了，那当然政府的钱袋子也瘪了。那些遭遇环境突然转变、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暗暗流泪，可是像郑文路这样的人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泪水是洒给逝去的繁华的，可是抹过眼泪之后，大部分上海人还得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守住现金流，撑下去，因为漫长的寒冬只是刚刚开始。